嗨嗨，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之前分享过很多不同口味的水饺，水饺馅的配方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变化组合哦。这次分享我家孩子最爱的口味，爆汁波波玉米水饺。哈，虾米波波，王波波李波波，哈哈，好冷哦。其实就是玉米咬下去有波波的口感啦。这个好吃到让人一口接着一口欲罢不能的爆汁波波玉米水饺，到底要怎么制作呢？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有兴趣自制天然蔬果水饺皮的朋友，可以参考我自制水饺皮内部影片的分享。没有自制的时候，我也会买市售现成的水饺皮。蛮推荐永春市场的66制面，他家的水饺皮延展性真的非常好。这个没有在业配啦，真的只是单纯觉得它的品质很好，然后很多朋友问，所以分享给大家。玉米的部分呢，当然很推荐新鲜的玉米，像台湾现在这个水果玉米口感非常好。如果懒得用新鲜玉米的朋友也没关系哦，那就不用新鲜的，直接用罐头的玉米粒，效果也不错。我自己常用绿巨人这2个系列的罐头玉米粒，首推天然特甜玉米粒，我觉得跟肉馅很搭，波波的效果很好。有用过其他品牌或是绿巨人其他的系列发现在口里那个波波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真的没有买到特甜玉米粒的话呢，我觉得双色玉米粒效果也还不错。这个也没有在帮他做广告，就是我自己真的比较常用的。我们先来准备等等要打水馅的葱姜水，之前有拍过自制葱姜水比较详细的影片，大家可以搜寻一下。肉馅的部分呢，想要自己剁或是买市售现成的绞肉都可以。如果是买超市的绞肉或是传统市场肉贩帮你绞的绞肉，买回来之后呢，都可以再剁一下，把筋膜给斩断，口感会更好。肉馅的部分呢，我们就来调味一下。材料配方前面都给过咯，大家再回头看一下。我们就把所有调味料一并加入绞肉当中。白胡椒可以多加一点，我觉得特别香。先初步的搅拌均匀，把调味料整个搅拌均匀到肉馅当中。先初步搅拌到肉馅的外表产生毛茸茸的状态，先让味道均匀的吃进肉馅当中。味道整个进入肉馅当中之后呢，我们要准备来打水馅。这个步骤非常重要，除了可以去腥味，也可以让肉馅呈现的口感更多汁更水嫩。然后记得重点就是要分次加入，分次搅打。每次加入一部分的葱姜水呢，就让它彻底的吸收进入肉馅当中之后，再加入下一次。不用怀疑这些水量绝对可以吃进肉馅当中。打完水馅之后呢，我们再点入麻油或是香油。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麻油很抢味如果你介意的话呢，就用普通的食用油取代。我个人是喜欢加一点麻油提香。最后可以加入1颗全蛋，我觉得馅料可以变得更香更润口。真的不想加不加也是可以。其实这个就是鲜肉水饺馅啦。今天要做的是爆汁波波玉米水饺，要来加入这个玉米粒我们就先把罐头中的水分给去除。如果用的是新鲜玉米粒，就直接取下玉米粒直接拌入就可以。玉米粒只需去除水分，直接拌入肉馅当中就可以。这样素不素太简单了。然后喜欢大量玉米粒的朋友，甚至可以加入2罐甚至3罐玉米粒，这个部分真的很弹性，喜欢肉多的就加入1罐就好。拌好的馅料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到1个小时，冷藏一下会比较好包。准备来包水饺了，选择比较少粉的那一面，然后可以拉伸一下水饺皮，拉伸一下可以包裹的比较多馅料。然后每次都有朋友问可以包几颗，其实包几颗跟你包的内馅多寡有关。有的人就可能包出非常饱的馅料，所以他可能水饺数会包的比较少。有的人包起来就是比较瘦小一点的水饺，那颗数就会非常多啦。然后想要包的馅料满满的，也是需要多练习一下。
反正疫情在家期间也是无聊，多一个包水饺的技能也是不错的。这个是我常分享的一个包法 ，Open 奖水饺，长得就像 Open 奖的头，基本上呢新手也很好操作，不会失败，所以很推荐这个包法。通常新手包完，人家就会说你好厉害哦。为了这个你好厉害，赶快学起来吧。其实也没有规定要什么形状啦，你习惯包什么形状，通通都可以。蛮建议一次多包一些哦，把它冷冻起来。这个是已经冷冻好的水饺，冻好成型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入密封拉链袋当中，或是密封保鲜盒当中冷冻起来。想吃的时候随时享用，非常方便。那当然现做现吃绝对最好吃。传统煮法呢，就是煮滚一锅水，然后放入水饺。就算是冷冻的水饺，也是相同的煮法。放入之后呢，可以动一下，避免粘底，然后一样维持中大火来煮。可以盖上锅盖，煮到水饺都浮起来，再次大滚之后，我们可以再加入100克的冷水，这个过程称为点水。然后一样再次盖上锅盖，再次等到滚沸之后，基本上水饺就煮好咯。如果是冷冻水饺，就再多一次点水的动作就可以。起锅的水饺可以外表喷点油，稍微拌一下，就可以准备开吃啦。别走哦，还有特别的要分享给大家。其实水饺不一定要水煮用水蒸的方式效果也很好哦。盘子上抹些油，或是放上高丽菜叶，防止沾黏。把水饺排上去，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水，放入我们的水饺。冷冻水饺也是相同做法哦。水饺的外表喷上大量的水雾，不用担心，尽量喷。最后再喷上些许的食用油。如果你跟我一样用小 V 电子铸铁锅来蒸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水上铺上一张烘焙纸，然后直接在烘焙纸上放上水饺。这样的直接蒸法受热可以更快更均匀，表面一样喷上大量的水雾跟最后的油脂。我们就用中大火加热，蒸汽出来之后呢，盖上锅盖，计时8到10分钟。用其他可以产生蒸汽的工具，通通都可以。我示范一个水波炉的蒸法，最好是用导热良好的金属盘啦，就在盘底喷上些许油脂。水饺的外表一样喷上大量的水雾，最后再喷上些许的食用油或是麻油，接着放入水波炉或是这一类的蒸炉当中，计时10分钟左右。不想吃水煮水蒸的方式，我们就来做个煎饺。平底锅加热之后呢，加入些许的油脂，然后我们排入我们的水饺，大概煎个2-3分钟左右，底部微微的金黄上色，我们就可以加入调好的粉浆水。粉浆水就按照荧幕的比例配方来调配，不见得需要全部加哦，就大概淹过水饺的1/3就可以。中火煮到大滚之后，我们就盖上锅盖，改中小火之后呢，直接煮到水分几乎都蒸发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盖，还剩些许的水分没关系哦，就再开盖蒸发，然后收一下水分。等到可以轻松摇晃水饺，就可以准备出锅咯。超好吃的冰花煎饺就完成了。用水蒸的水饺也超级赞，其实口感跟水煮的真的没有什么差别，而且皮感觉更 Q 一些，也不怕水煮掌控不好，整个破皮烂烂的。真的很推荐用水蒸的方式来取代水煮哦。爆汁波波玉米水饺等你交作业。Did you ever stop and think, why spend too much time just getting ready?
今天的分享咯，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This time, girl, I know what's bothering me. I need somebody to love. Oh, 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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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h. Don't you see what's wrong with me? I need somebody to love. Oh, oh, nah, nah. I don't know what I could say to convince you.